我呢来自中国啊，广东潮州啊，名叫谢义辉啊。目前呢啊，经营有个小的企业啊，就是黄河实业公司啊，做这个塑料管道的生产啊，包括给排水生产这个生意的，在我的老家那边啊，很多人都认识我。可是认识我呢，那不是好事的。我记得我们在办《弟子规》的刚开始，有一位是潮州人，他在外地工作的，回到潮州，又到听说我们那里办《弟子规》学习班，他就去了。结果打电话呢给我离我们10公里以外的一个人说，到黄河去学习《弟子规》。哎呀，那个人跟他怎么讲？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如果那谢义辉会干好事，这太阳从西边出来，都哪有可能啊？这个，所以这个人去了之后呢，跟我讲，他说，哎呀，你这个名声啊，在这里是很臭的哦。啊，我说我很清楚啊，我很清楚啊，这些因为都是自己干过来的嘛，所以我这个人啊，干的坏事真的是特别多啊。你看我从小啊，因为啊家庭呢很贫穷啊，我父亲呢出世了10来天，我奶奶就过世了啊。我奶奶过世呢啊不到20岁，所以呢啊我父亲呢也没怎么读书啊，我母亲也不认得字啊，结果呢我是在这样一个家庭出生的啊，兄妹2个人，因为我们那个村有5000个人口啊，我们家又是什么亲戚都没有，哎，再加上很贫穷，我们就住了一个啊10平方左右的一个房子啊，里面还有一个大水牛，我记得我从小就是这样的啊，整个家呢很窄很窄啊，还养了猪啊牛啊，就这些。所以呢，从10来岁呢，经常啊我去放牛啊到田野里面去啊，经常比我大几岁的人见到我就打我一下，这样一路打过去，最少给人家弄10来次吧，就是打我这个头。哎，后来我就很恼火，在10多岁很恼火，我想怎么老被人这样欺负啊？那这样下去还得了？所以我就没读书了啊，读到初中没有毕业就不干了啊，不干了就改行了，干什么？去练武去了。我想要有力气才行啊，那没力气老被人欺负啊。结果我也很勤劳啊，练武下半夜都练啊，就想要把这个力气给练好一点啊。结果这样通过3、4年，到我19岁，那都真的是力气还自己觉得挺好的啊，可是一直就没试过给人家打架。我就在想，这个老练没事那怎么行啊？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啊？我在想这个。结果呢，我每天早上呢我去做事，做到下午2点来钟，我就跟我一个同事的，都是在打工的啊，就骑个自行车啊到外面啊走大概10来公里吧，碰到比我年纪大一点的啊，我就搞个自行车去碰他，碰了之后呢，就看他有没有来找我们吵架。如果这个人不吵架呢，我们就骂他，骂到他打架为止啊，就是每天干这样啊。如果那一天呢，这个没打架呢，就很失落啊，就说今天又浪费了一天了，就想这个今天怎么没碰到打架的？你看多浪费啊！就这样啊，就每天干的事，不知道打了多少个人去住院，我都忘记了，不知道多少个，反正就好多就是了。后来呢，经常这样弄的时候呢，就觉得要图备一些士备才行啊，老是空手来打啊，也不保险啊。所以我赚的钱呢，我们就去买了长刀短刀，我家里面有100多把这个长短刀的啊，就是应付打架用的。那打架的目的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人家能怕我啊，就这样，好几十个人，我带领的好几十个人啊，大部分年纪都比我大的啊，只有个别比我小。所以呢，今天又给哪一个人打架呢？打了之后，还有人家拿几条烟，就是那35那香烟来赔礼道歉。我那个时候一天抽3包35啊，就没拿几条烟来，就第2天又再去打他，就是这样干啊。所以呢，这样弄下去呢，到慢慢发展了之后呢，我就在想，老是拿这个刀去打架太落后了啊！现在老是看那个时候看的那个香港的那些警匪片，里面都有枪了，那要搞一些枪才行啊。所以就购置了一些枪支、土雷、炸药，就搞这些啊。这弄来之后呢，到了20岁，老是用不着，因为这打架呢，这个东西老用不上。所以到那一年啊，我记得清明节，我说，哎呀，我们这些东西装备老是没人知道啊。那这样的话呢，他这个人不知道，他就不怕我们了。所以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呢，我就说，这扫墓不要打鞭炮了，通通去开枪啊，去在那坟前去开枪。哎呀，结果清明节啊，扫墓的人满山遍野都是啊，好几千位啊。哎呀，我们就在那坟前啊鸣枪，
给人家知道，哎，我们这个是有家法的。后来我们就做工程，啊，承包这些道路，啊，道路这些干部不给，就拿个枪到他家里面，顶着他的屁股，啊，跟他说这个项目干不干呢？啊，就这样做一些这样的一些生意。那这样的话呢，啊，慢慢发展，到了后来呢，整个人啊，就像神经病一样啊，见到谁都不顺眼。那个时候，啊，有一天呢，我就在现在我们的放生园那里有好几百亩地啊，这好几百亩地也是通过这个手段弄来的啊。我们称这个土地要开标，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不给人家标了啊，我开什么价就什么价，没人敢要的，就把这个土地弄过来了。弄过来之后呢，这一大片地呢，啊，有一只大老鼠，这大老鼠很大，像一只猫一样。我整天想怎么来弄死这只老鼠，可是这老鼠呢就很聪明，它老跑到一个坟墓里面啊，这个坟墓还很大的一个坟墓，躲在里面啊。我还老是去看到这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死人的骨头，这老鼠老躲在那后面。我想要怎么来弄死它，后来老弄不了呢。后来那天就想要带2个枪去打就行了嘛，啊，结果晚上12点钟我们就出发了。出发之后呢，刚好开到路上啊，来了一个货车，这个货车呢，这个灯啊射到我，啊，我们这个开摩托车被他灯射了之后呢，马上就生气，就想这个灯啊，你搞这么亮干什么？就拦他，他这个人一看呢，啊，以为是抢劫的，他就跑了，我们就在后面追了2-3公里，追到他家里面去，我们还不知道，黑乎乎的。那天晚上12点多，这个货车的人就下来，他以为是人家要抢劫了，拿2个大铁棒就打架，啊，就像神经病一样，我也看不见他们，他也看不见我，我这都不知道是谁。那时候我身上呢还有个9节鞭，因为天天练这9节鞭啊，马上掏出来就打了，其实3-2下就打赢了，把那人都打趴下了。后来想这个枪还没用得着啊，就把这个枪拿出来，把这个人捉上来之后呢，还要跟他说我们是谁啊，就问他你怕不怕啊？知道不知道我们是谁啊？就这样，结果拿这个枪呢顶在他的后背上啊，再吓他，结果顶着这个枪走火了，我把这个打了70多颗那个钢珠这个子弹打到他身上去了。结果这件事啊，这个人呢当场都倒下了，倒下之后，哎呀，一看全身是血，结果呢啊赶快就跑掉啊，跑了回家还很庆幸，我还想肯定不知道我们是谁啊，我还在想这个，哎呀，后来在想这打架的时候已经把名字报给他了，都给他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啊，我就过上了这个逃亡的日子啊，93年啊，逃到00年啊，7年的时间，就是为这个官司啊，整天干这个事。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呢，啊，说实在话，那是过得很凄惨的啊，过得很凄惨啊。我们这个家呢，每个过年呢，就来了几十个公安的，中秋节也是几十个公安的，所以呢，我把它列为广东省的重点的通缉犯。就是说这个人呢，没有造成这个人死亡，可是重伤，医了好几十万。结果去逃亡了这么多年呢，啊，很有感触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呢，还在走这条路，但他不知道这多辛苦啊，不知道多辛苦。所以呢，我在人生呢，其实过得非常凄惨的日子，就是这逃亡这段时间啊，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还交了一个女朋友啊，谈恋爱啊，也是现在我那老婆啊。那天陈大辉老师到我那里去，他听说啊，别人跟他讲的，说我谈恋爱带了2把枪，还带了一个9节鞭，他问我说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这回事啊？哎呀，我们当年确实是这样。当年呢，20岁多一点，晚上呢约会出去，到那个田地一坐呢，我的身上就左边掏出一个枪，右边掏出一个枪，还搞了一个9节鞭。我那女朋友就跟我讲，她说你带这东西干什么啊？我就跟她说，现在这社会挺乱的，因为经常人家要打架，如果空手咱们就空手，如果人家拿个刀我就拿个9节鞭，如果人家拿了枪我们就有2把枪，不要吃亏啊，就整天想这个事。所以呢，这些都是过得很凄惨的一个生活啊，很凄惨。那在这个逃亡过程呢，我跑到哪里去呢？我就把名字都改掉了，之后呢去做工程。我到一个建筑公司，过在他那里过了一个项目部去做工程第一单我就做了有好几栋楼房20-30栋这个楼房。可是关键我这个人都不懂这些不懂这个做工程，再加上呢这个人整天就想怎么来赚钱，所以呢我在做工程的过程呢买东西
比如说钢筋1吨2000块钱，我就卖2200、2300。哎，这些人呢，他买给我多一点钱呢，我就第一次还他钱，之后第二次就还一半，第三次就不还了。不还之后呢，打电话我就不听，这家不行就做另外一家，这样的话呢，一下子就欠人家好几百万了。可是我是不还钱并且呢，每一个家跟我做生意的这家都是以吵架告终。他打电话给我吵架，我还很开心，我想你给我吵架你就完蛋了，到时候你这钱就没了。结果呢，到最后呢，欠的这些钱就来打折，比如说10万就打7折，还是打6折剩下6万。6万之后呢再来什么？再来分期我记得有的是分成50个月80个月，就这样。这些被我欠债的这些人他都搞得他累得要死。他说这样搞下去呢，到老了都是钱都拿不掉都拿不回来。所以当时的做生意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也回不了家因为每到这个过节，我们家呢这公安就一大堆，所以我经常是下半夜翻过我们家的围墙跟我父母呢见个面就走了，都是下半夜去的之后我就全国到处去很多地方都去过不过呢有一点就是我这个人呢对于这些感情方面呢是很讲信用。你看当年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就通缉，所以呢我太太她家庭还是挺好的我岳父是当有一个小干部家里也有一点钱，所以呢他们的条件都很好。所以再加上呢这些事呢，我们岳父家他两公婆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我跟他女儿呢谈恋爱，他知道呢他也不干了。所以呢我这个人这方面是非常认真非常认真。现在很多年轻人今天见面明天就谈恋爱后天就离婚了。我们这方面呢是，你看我在通缉过程，因为没有电话约会都是约哪一年的哪个月的哪个晚上见个面，我都很有印象的。一约就约几个月之后，我无论因为呢这个晚上不去赴约那就下一次就没期了，没办法定这时间了。所以我在这时间无论我在哪个地方我都赶回来坐车，有时候在河南在湖南都赶回去。我记得有一次约的这时间呢到了，我赶回来赶到潮汕呢都到了晚上一般是约晚上8点钟，我晚上也堵车才赶到揭阳潮州。后来一打听呢，那还是在严打，那公安都在捉我。可是我觉得这个不去也不行我就到那个田地那个菜园搞了一个菜筐再找了一台自行车，很老的自行车，再找一个草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老农民，骑个自行车跑2、3个小时，几个小时赶到我岳父那个村，到那里都下半夜了下半夜呢，我觉得那今天晚上不见也不行我岳父那个是2层楼的，我还下半夜上了他的楼上从他的楼爬进去之后呢，他的2楼那个门是锁的我那时候的力气很大，那锁头一扭就把它拧开了进去之后找了我太太就讲几句话，1分钟都没有就说这一次呢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就这样，就为了这样一句话之后呢，我自己又骑着车还买了一个锁头，跟他说你这个锁头等一下要锁掉，不然的话呢，那明天让你爸见到了那就完蛋了就又走了。所以很感慨，我们现在在办班，说实在的我太太是很辛苦，因为这么多年可是有个好处呢，就是患难夫妻，因为都是从最困难的时候做过来的到目前，所以呢都经历了很凄惨的一个过程，很凄惨。那后来因为我做的这些事呢每天干什么？每天我就找一些干部去跟他谈怎么贪污，谈这个现在有钱不用过期作废我们要怎么来合作，就干这个就把这些干部给拉下水。之后呢，每天呢我最少有2顿饭是在外面吃的吃什么？就是穿山甲、独食、什么五爪龙，这些都干过，并且很经常都是请客目的为什么？为了多赚一些钱想这样干就能赚多一点钱。那还有一点呢，我这个人是死爱面子，虚荣心特别重现在回想起来那真的是觉得很可笑的这个人。你看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呢，我自己戴了多少只戒指你们都猜不着。我戴了6只戒指，都是一大块的那戒指都很大。我觉得我没戴这么多的这些就人家会感觉到我没钱，所以呢每天被这些戒指
夹得我这个手啊痛得要死。到了晚上睡觉啊，我这个手呢，这个手指都划白了。这戒指我也经常卖掉毕竟人家讨债讨的比较艰难的就把它卖掉，卖了之后重新又再去买过来就经常卖就干这个。第二呢，喜欢什么？喜欢买一些好的吃。那可是我没什么钱负债。可是我就喜欢买什么？我第一台买的车是什么车？就买了一台宝马。这个宝马呢，可能是我们宝马厂的第一批的宝马，老掉牙的可是它是宝马嘛，我就喜欢，没牌没照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偷来的我也不管。买了最有印象16万块钱。哎呀，这个宝马我都第一次见到那么老的宝马结果我开上手的时候还心情挺好的，我觉得很高兴。一开上手这个宝马就没有油了。我就想呢，这个老板也太吝啬了，怎么搞得宝马没油呢？结果我就开到加油站去，哇，怎么加呢？这个油老加不满它。哇，后来看地上流了一大堆的油，原来这个宝马的油箱是漏的。第二天拿去修这个油箱，修了6万块钱，这个宝马。哎呀，可是我还觉得挺好的，所以我买了好几台这个奔驰宝马现在我们公司还有我现在呢让它留作纪念。我现在都很不敢去开它，看到它都很害羞所以呢，通过这些做的这些事还有不讲信用所以呢，我的日子是越来越凄惨越凄惨。我等到98年我就带了我们2位一起开枪的这个同伴，我就回来投案自首。98年，因为没有的话呢，这个事摆不平整天到处通缉，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公安来捉我。哎呀，这个很难受。结果我就回来投案自首。投案自首呢交了保证金，结果因为我呢不是主犯把我呢判了我2年，缓期2年我这个案件是到00年才弄好的，都赔偿对方所有的医药费加上误工费都赔偿这件事花了我很多的钱这我另外2个同伴，一个判了11年一个判了4年现在在我们厨房11年的在厨房当义工现在也当了一个小老板了生活过得挺好的所以我回来投案自首之后呢，哎呀，第一次感觉我都那么多年没有回到家乡了。那天也没有，从来没有白天在那个我们当地露过面的，都是晚上行动的，下半夜行动的。哎呀，所以第一次露面哇，感觉到处都不一样。我觉得这空气真的不一样因为好多年这个白天没有露面过我们村很多人都不认识我特别是因为这么多年的通缉呢，我父母日子过得很艰难大家呢都在骂他说这个教子无方这个名声说有多臭就有多臭。很多人呢就说我活该因为欺负了太多人嘛，欺负了太多人。所以回来的时候投案自首完了之后很凄惨。可是呢那个时候觉得人生还是有希望，因为毕竟可以自由了，可以自由了。很遗憾那个时候就没学到传统文化，我还是老样子做了很多种的生意，可是没有一次讲话守信用的，一次都没有还是那个整天吃喝没停，什么坏事都干过。那这样的话呢，到了我98年99年，那已经穷到哎呀负债都好几百万3000万了每次都赚很多钱，可是每次都被他弄得因为出了很多问题给他弄光了，就是这样。所以穷到什么程度呢你看我回来结婚，因为我岳父村里面的人就说你这个女儿嫁给谢一辉那绝对完蛋了，那只能喝西北风了，名声又那么臭，所以我们结婚的很多人都在看笑话。可是呢毕竟谈了那么多年的恋爱，还是要结婚的我最有印象。现在很多来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人跟我说他人生过得很苦很穷，哎呀，我就真的他不知道我当年是穷到什么样的。你看我们结婚，我岳父呢也很爱面子，当年跟我打交道，我岳父对我挺好的，他是因为我是黑社会的，我岳父喜欢这个会打架的人，你看我岳父是这样。可是他真正说把女儿嫁给我，他还是很担心的，他喜欢交我这个朋友而已所以我结婚呢他也很担心，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么穷怎么结婚呢结果就给我搞了个条件，他说你结婚最少我们那边有个婚喜最少要买个摩托车，买个音响，买个电视来做嫁妆，运到岳父家来，就第二天才当聘礼送到我家去。这一套算起来也最少要10万块钱。可是我当年是穷的真是1分都没有，也借不到钱我的亲戚朋友，哎呀，那谁借到我钱谁倒霉借到就会吵架告终，所以谁都不借给我钱。可是他提了这条件，我就跟他讲了，我说这个
现在还买什么摩托车啊？以后就买小车了，还买摩托车干什么啊？我就跟他说，结婚之后就买个小车了，摩托车暂时不买。哎，他以为是真的，就跟我说，那音响也要弄吧？啊，这一套音响，啊，跟我说有个大电视，又有一个音响，啊，音箱啊这些。我说这没问题。结果他就给了我1万块钱，说这个1万块钱呢，啊，让我来完成这件事。他作为一个啊，给我们一点补贴。结果我是结婚，我连家具都没有。我拿了这1万块钱之后呢，买了2000多块钱的家具，一个睡觉的床，还有一个衣柜。哎呀，我记得我那睡觉的床啊，就薄到你坐下去，比如重力一点就塌下去了，质量最差的那种板。啊，还有那衣柜买了2700块钱，还有购置的一些其他用品。啊，之后呢，到了第2天要结婚了，剩下4000块钱，我的家。可是这一套大家伙这个家电还没买。就那天我在想怎么弄啊，这个借也借不到啊。可是呢，第2天就到了，都没办法了。啊，那天我就到潮州去，转了一圈。哎，突然见到一个卖旧货摊的，卖绘品的电视。哎，我看得挺高兴的，我就进去。哇，这家卖绘品的里面放了一个30多寸的日本的老电视，老掉牙的。他跟我说这个电视是不能播的。很大块，可能有100-200斤重。可是很遗憾，这电视老到不能播了。哎，我就跟他讲，那能不能让他播一次呢？能播一次也行啊。后来呢，他还有一套音箱也是不能开的，我就把他这一大块电视给他买下来，之后呢跟他说，你帮我弄他能播一次就行了。啊，结果这一套废品就商量了4000块钱，他就跟我讲，他能修理到播录像，不能播电视台。啊，我也觉得可以，就给他买了这一套废品。买了之后呢，我还找到一个日本那个日立的专卖店，就到那里去给他扶持一通，就所有给他买这些家电。哎，扶持到最后呢，我就跟他说，我家里有一套这样的家电，想把它装起来，可是没有纸箱，你能不能卖我一套纸箱啊？哎，结果呢，我就以500块钱给他买了一套纸箱。哎呀，这套纸箱呢，成本呢10块钱都没有，给他弄了几百块。哎，我觉得也值得啊。我就把这套纸箱呢拿去装我那套废品。装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说，你把这个打包袋啊，给他打得严严实实的，把胶纸给他封死。之后呢，我就拿了这套大家伙送到我岳父家去。哇，我岳父看了吓了一跳，他说这么大的电视，那要多少钱啊这一套？我说这个还挺便宜的，才6-7万而已啊。哇，我岳父看了很高兴啊。他说想不到，哎，人家都说你现在穷得连吃饭都有问题，你现在还有这个，买了这套大家伙。我还跟他说，这个电视是进口的，你不要去拆开。我说等明天他那个安装的师傅来才能把它安装，不能给你搞坏了，那就麻烦了。结果呢，我就把这一套家电呢放在我岳父那里，就回去了。一个晚上我都在担心他有没有拆开呢，如果拆开就完蛋了结果等到第2天把这个家伙呢，这一套家电拿到我们家，还没拆开。到目前这一套还放在我们家里。我说留到纪念这个要乱花钱的时候就想一想这套家电是怎么来的。哎呀，结果结婚还死爱面子，我有很多朋友黑社会还要请客摆了30多桌那酒席，200-300个人，这套酒席27000块钱。摆酒席的那天吃完饭下午，这个来做菜的搞了个单给我27000，我跟他说没钱了。哇，他说哪有结婚没钱的？我说你也没讲结婚就还钱的，你都没事先说结果还给他吵了一架，到了几年后才还给他27000块钱。所以都凄惨到这个样子那因为每天呢很多人来要债很多人所以呢我们要债，哎呀，我最有印象，刻骨铭心穷到什么样呢有一次呢，有一位揭阳的一个老阿姨来找我要债，我在93年就欠了他儿子7600块钱的水泥款，所以他一打电话我就从来不听欠了好几年了结果呢，那一天早上9点钟我刚想要出门，突然门口来了一个老人家，40-50岁一个女同志，他就问我，他说你是谢一辉吗？我就跟他说什么事他说你欠我儿子7600块钱怎么老不还之后跟我讲，他说我今天来又债来了，他说我还带了一些东西你看一下。结果他拿了一个包给我看了，我这个包一拆开哇，这里面带的是内衣内裤这牙膏牙刷都带齐了。这个老人家他说我打算在你家住下来住到你还我钱我才回去。哎呀，结果我一看这个老人家很难搞，他还跟我讲，听说你是黑社会的，他说我是在教跆拳道的，要不咱们2个人先来干一下。哎呀，我看这个人真的是很难缠的，我就说算了吧，还干这个，你坐一下我去拿钱就行了吗？结果我就想摔掉他走开。
我就去我那个时候刚买了一个摩托车，这摩托车39000块钱买的，是日本那双排气，新的要5万多可能才开了1-2个月吧，39000很有印象买的。结果开了这摩托车出来呢，这个老人家呢就坐到我那摩托车上面去了。我说你干什么？他说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哎呀，我看这个老人家这个样子我都没办法，结果我就开着摩托车带着他去借钱，从那天早上9点多借到那天下午4点钟。哎呀，借了可能有7、8、9家吧，不知道多少家了，100块钱都没借得到。到哪一家呢？这个老阿姨呢，她就不下来，坐在摩托车上面。她说我进去借钱，她就坐在摩托车上面。结果我这些亲戚朋友见到这个老人家就问我，他说他是来干什么的他故意来讲，他知道这个人肯定来讨债的结果给他弄到下午4点钟，弄到我都火了，中午都没吃饭，我跟他都没吃饭大家的脸色都很臭到4点钟没有办法我看这个人像这样的不知道晚上怎么办了我就想算了吧，把这摩托车去卖掉结果呢，我把这摩托车就开了10公里到一个摩托车的店去卖掉。这个店呢，他看我那脸色还以为我是偷来的，他都不给我买。他这个人不给我买呢，刚好边上有一个修理摩托车的，开了一个什么摩托车呢？开是50cc的那个水货没有牌的摩托车，最多值个几百块钱。他就跟我说要不来换吧后来呢，他看我那种情景他就故意压价。结果呢，我这个3万9给他换了500块的，给了我7600块钱，他1分都不多给结果呢，我想算了吧，也没办法。结果就换了这50cc的这个破烂摩托车开回家。边开还边我骂我那些朋友还有亲戚骂他们这见死不救之后呢，一直到学习的传统文化，我从来不踏到他们家去。抱怨了很多年等到学习了才明白这个是自己的问题。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是因为造作的这些恶业他得到的这些果报。再加上当年呢，我也是无神论者你什么神鬼我通通不信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村里面拜神，农历的3月29是我们村一个感天大地那个祭拜的日子全村的人都拜，搭了一个大神台。结果这些贡品拜完就来分的之后每个人出多少钱分一点回家去。结果他拜完了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们很多老人家呢在主持这件事，我就说这个还要分吗还搞他干什么？我说通通带回家去吃。结果这些老人家都不同意，我带了几个人把他通通抢过来，抢了8大筐，里面香蕉梨苹果还有这些贡品糖8大筐全部带回家去我打电话我招呼了很多人说过来吃，很开心。我说今天抢了一个神台的贡品，抢了8筐，很高兴。就是这样做了这么多的事。那后来呢，我就办企业，00年办企业呢做了一个印刷厂。那我是很勤劳的下半夜都在做生意，因为都穷怕了，我想那就多做生意所以下半夜都做。所以这做生意呢也有赚钱。可是我们这个厂它就老出问题我们1年这个厂呢，我记得刚办起厂的1个月，就一个员工这个手给压断了，断到烂掉了。结果那天早上5点钟，这个员工这个手烂掉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10块钱。赶快送他到医院。这件事呢折腾了好长时间，搞掉了好几万。很遗憾，这个员工呢，这个手后来我把它接上去了。之后每一年最少就搞1-2个断手断胳膊的，每次都搞掉几十万。连我一个亲戚到我家去，他还突然走到那印刷机那里给晕倒了，晕倒之后把这手放到那印刷机里面给他弄断了。你看这样的有，可是我就一直不知道原因。5、6、7、8摊很多摊不知道原因，每年都有之后我们家呢我生2个小孩，1男1女。这个儿子就是1个月住院2、3次。我们全家人只有我父亲身体好一点。你看一个家，刚开始去看西医后来好一点的看中医。我记得刚开始我们搞一个煮中药的锅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每个人配一个不要老换来换去，天天熬我们家里面5个锅都没停的，就熬中药。之后办企业呢这个赚钱就给这些断手断胳膊来个检查来个这些给我搞没了搞到越搞是越穷。我们的企业表面上可以，可是负债多少？2000万负债。到了08年，那为什么那么负债呢？我找银行贷款，当时找银行贷款从来没想到要还的比如说贷1万花5000，我还觉得赚了5000了所以呢这些整个思想就这样。之后呢家里面有钱，贷有钱了，欠人家的钱我要还他，就像割我的肉那么心疼。
我这不还，死活不还。所以呢，每个过年我家呢就有300-400个来讨债的，把我家团团围住。啊，中秋也一样，我这过年我都不回家，我都不敢回去，我要等到大年30的晚上10点多钟到11点，确认这讨债的人都走了，我才回家去。啊，后来因为我们潮汕的风习啊，大年初一是不能要债的，可是到了后来初一还有人来要债，要债我就给他打架，就是这样，这个生活就过得这个